一品大员当着乾隆的面缓缓褪去身上的朝服，怎料里面竟藏着大牢中53位蒙冤官员用血写下的申诉状。乾隆看到这一幕，顿时目瞪口呆。然而事情并未结束，只见那名官员又慢慢摘下了头上的官帽，他的额头上清清楚楚刻着“求生”2个大字。目睹此景的乾隆心中五味杂陈，他头一回开始怀疑父亲雍正当年的决策是否妥当。原来那些血书皆出自雍正年间被冤入狱的清官之手，他们满怀壮志想要报效朝廷，无奈却被奸臣陷害，投入监狱，遭受严刑拷打长达10多年。可是如今天下遭遇大旱，贪官污吏四处横行，为了度过这场危机，乾隆打算采纳刘统勋的提议，开仓门必先开狱门，这才是大灾之年，脱灾之要诀呀。怎料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当孙家淦捧着乾隆的圣旨赶到监牢时，却发现忠臣葛九松已经用自己的辫子把自己吊在了窗户上，好让自己尽快下线领鸡腿盒饭。孙家淦看到这番景象，悲痛欲绝，他明白常年摧残已让葛大人彻底绝望，报国无路之下才走上了绝路。于是满腔怒火无处宣泄的孙家淦立刻冲着牢头怒吼：“我不是让人来交代过，好生侍候葛大人吗？啊！”怎料牢头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不过是个刑部郎中罢了，3年前就被关在这里等着处斩了。”你知道个屁！孙家淦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，再追责也没有意义，但是他也不愿让一位忠臣带着骂名离去。让葛大人接旨！人都死了，还能接得了圣旨吗？放肆！典狱官抵挡不住孙家淦的坚持，只能把葛大人的遗体摆放成跪拜的样子。今着葛九松免去死罪，加刑部侍郎衔，以往诸罪不实，核准勾销。宣读完圣旨的孙家淦已泣不成声，没想到隔壁牢房忽然又传来一声怒吼：“天下之大，就没有卢卓报国之门吧？罪臣卢卓只求一死啊！”看到卢卓手中写着“求死”2字，孙家淦深受触动，不曾想用这种方式鸣冤的远不止他一个。只见整座刑部大牢里，无数只写着“求死”的手密密麻麻地伸了出来。孙家淦十分清楚，他们全都是被冤枉的。可是此刻的他也毫无办法，因为乾隆这回只给了他2道圣旨，一道是赐给已经身亡的葛九松，另一道是赐给方才带头喊冤的卢卓。原浙江巡抚卢卓是海棠失修一案不实，今着免罪，恢复原职，刻日复任。虽然卢卓恢复了原职，但是孙家淦心里实在没法对牢里另外几10个人袖手旁观，于是他立刻前去面圣。进殿后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，乾隆看到他这副模样，还打趣了几句：“看看膝下的地砖碎了没有？”怎料孙家淦却激动的连续磕了好几个响头，随后沉痛的说出了葛九松惨死的消息。乾隆听后愧疚不已，后悔没有早些下旨。这期的问你，关在刑部大狱的犯官还有多少？还有53人。虽然乾隆事先已有心理准备，然而当真正听到那个数字时，还是让他大为震动。孙家淦接着禀报，这些冤案经过核查，竟发现10之8九都是冤假错案，这也让乾隆意识到释放这些蒙冤大臣已是刻不容缓，要是拖得越久，后果越不堪设想。那全国大大小小衙门里关着的犯案官员有多少？少至2天，多至3天。听到这个惊人的数字，乾隆又犯了难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父亲雍正亲自下令关押的，倘若一下子全部释放，大清的牢房几乎就要清空，而这无异于当面打他父亲雍正的脸。孙家淦见乾隆迟疑不决，当即决定再加一把火，随即他脱下自己的官服，露出里面的血渍，这便是开头那一幕的由来。而那几10位犯官的泣血控诉，也瞬间让乾隆感受到了剜心之痛，当即决定释放全部蒙冤大臣，并让他们全部官复原职。可是这些大臣饱受酷刑折磨，早已两鬓斑白，骨瘦如柴，如今他们总算重见天日，然而谁也不曾想到，属于他们的风云变幻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原浙江巡抚卢卓官复原职之后，便立刻准备赶赴浙江上任。临行前，刘统勋赶来相送，除了祝贺卢卓沉冤昭雪之外，还特意交给他一枚秤砣。卢大人到达浙江后，言情有一事相托。刘大人请讲。想托卢大人弄清这个秤砣的来历。卢卓深知这枚秤砣分量极重，于是抵达浙江后一刻也不敢迟疑，马上前往钱塘县最大的一家秤铺。怎料当他拿出秤砣询问来历的时候，不仅店老板收起了笑脸，就连所有伙计都表情严肃地盯着他。卢卓立刻察觉这家店肯定有问题。谁不知道这是冰铁咒子砣，是官家收粮的宝。听说秤砣出自官府，卢卓刚要追问，不料店老板却突然变了脸色，接着怒骂卢卓不要命了，并把他轰了出去。卢卓无奈只好转身离去，怎料刚出门就被人一闷棍敲晕，关进了县衙大牢。可是令卢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竟然在这座牢房里碰上了一个奇人。